Hello，大家好。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出租市场房源激增，多伦多公寓空置率飙升至50年来最高水平。2020年第四季度，出租公寓共有12584套，比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了131.6%。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租金已经连续第13个月下跌。一方面，空置率飙升，2020年第四季度的空置率飙升至5.7%。另一方面，租金拖欠率居高不下。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数据显示，疫情爆发后，全国各地房租拖欠的情况都有所增加。加拿大租金拖欠总额超过1.5亿加元，租金拖欠率最高的就是多伦多大都会区，在所有单位拖欠租金的比例约占11%。今天一份最新发布的房租报告认为，加拿大租赁市场价格在今年前几个月将继续下跌，但有可能从夏季开始回升。到今年年底，预计多伦多的租金价格将上涨4%，温哥华将上涨3%，蒙特利尔将上涨6%，卡尔加里的价格预计没有变化。这份报告说，今年前4-5个月的平均租金将继续下跌，但是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和病例数量的下降，一旦边境重新开放，解除旅行限制，学生们回到校园，就会有大量的房客回到多伦多等主要租房市场，租金可能会在下半年回升。根据本月初发布的租金报告，多伦多的租金价格在过去1年中大幅下降，一居室公寓的月租金同比下降近22%，至1811加元，两居室公寓下降18%，至2403加元。尽管2019年的时候平均租金上涨了近310加元，但如今所有的增长都被抵消了。根据最近的数据，租金下降的速度比过去的几十年中任何时间都要快。这个报告认为，除了新冠疫苗接种的推进和边境的开放之外，还有另一件事情可能会帮助多伦多租赁市场回暖。与加拿大其他大都市相比，多伦多大都会区目前与父母同住的成年人比例最高，这意味着多伦多有大量潜在的未来租客。如果租金持续下降，很可能会吸引他们进入租房市场。报告认为，这个租金达到最低并具有吸引力的点，很可能会在今年3-4月份出现。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的数据显示，疫情爆发后，租金不断下降的同时，供应却在不断的增加。租户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议价能力，很多多伦多的租客打算租比原来更大的房子，因为在很多地区，花一居室的租金现在已经可以租到2居室了。数据显示，3居室的看房率上升了13%，4居室的看房率上升了23.6%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有很多带有游泳池、健身房等设施的高档公寓很难找到租客。因为疫情，游泳池、健身房等设施又不开放，因此这类物业只能给很大的现金折扣来吸引租客。尽管这个报告对大多伦多地区租房市场非常乐观，但在我看来仍有很多不利的因素会影响未来的租房市场。第一，大多伦多地区将会有源源不断的新公寓进入租房市场。仅2020年出租公寓的开工量增加了5720套，同比增长67%。同时，由于多伦多新的短租法规，大量的短租房将转入长租市场，这些都将导致多伦多租房市场供应量大幅增加。供大于求可能会导致租金价格继续下跌。第二，留学生可能今年不必返回加拿大。加拿大已经放宽对国际留学生毕业申请工签的门槛。2020年春季到2021年12月31日期间，留学生在加拿大境外学习的时间都将计入有效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国际留学生进行100%的网络教育，毕业后依然可以获得为期3年的工签。第三，加拿大疫苗接种工作进展十分缓慢。加拿大的邻居美国已经有6000万人接种了疫苗，而加拿大只有150万人接种了疫苗。美国政府预测，按照目前的进度，美国将在11月完成疫苗接种任务，而加拿大完成疫苗接种工作遥遥无期。尽管病例数量已经下降，但仍然看不到疫情结束的曙光。
第四，由于远程工作，多伦多写字楼空置率已经从 8.7% 上升到 12.4%， 空置率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减少写字楼的租用面积。很多企业的想法是，与其在多伦多市区租一个5000至10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，倒不如只在市区租一个15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，然后在郊区再设一个新办公室。今天一个最新消息，汇丰银行准备把全球办公面积减少近一半，这意味着即使疫情结束，大部分企业也将永久改变工作方式。第五，租房者继续向房租更便宜的郊区迁移，还有一些原来长期租房的人利用低利率在郊区购买了公寓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905地区的销售活动大幅增长，相比之下，它的价格比市中心更有吸引力。现在越来越多的租房者希望住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可以在家工作，而不必每天上下班。以上几点足以表明，多伦多租房市场的前景并不像报告中那样乐观。疫情已经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，历来租金增幅最高的多伦多市中心公寓却在2020年租金跌幅最高。由于多伦多最新的短租法规和即将开征的空置税，很多公寓投资者准备离场。在多伦多的出售市场，2020年第4季度新上市房屋数量为12298套，比2019年第4季度增长了惊人的 91.9%。供应量增加推动了多伦多公寓平均售价同比下降 2.4%。多伦多市中心公寓受到的冲击最大，其中多伦多市中心公寓受到的冲击最大。去年12月底，共管公寓库存量比去年同期暴增了 219%， 房价下跌了 9%。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最新的报告显示，超过2/3的多伦多投资者计划出售投资公寓，这可能导致出售市场供应量激增，并导致房价暴跌。如果你打算在多伦多市中心租一套公寓，一定要大胆砍价。如果你打算在多伦多市中心买一套公寓用于自住，那么现在可以开始看房了，也要大胆砍价，而且绝不要参与竞价战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